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6度简报团队制作。6度简报的网址是 6dobrief.com。政治局连续3个月未发布会议声明，讨论了不想公开的敏感问题。彭博社，中国24位最高领导人政治局的会议宣读已经变得稀少，引发了人们对缺乏透明度的担忧，因为企业数据、学术期刊的发布有限，而且信息获取受到限制。据彭博新闻社报道，虽然共产党不需要每月发布政治局的声明，这些声明通常是公式化的，但提供了对经济政策等领域的罕见见解。但在习近平总统10年任期的 90% 任期内，共产党每月举行1次会议。有人猜测，政治局开会的频率较低，或者讨论涉及党不希望透露的敏感问题。随着投资者对中国资讯封锁的担忧日益增加，另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也变得更加稀缺。国内最有权势的24人政治局会议的会议纪要。自习近平主席于去年10月获得了刷新先例的第3个任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已经连续3个月未发布会议声明。而在习近平的第2个任期中，该党差不多花了5年的时间才错过同样数量的声明。根据彭博社对政府声明的分析，政治局在习近平长达10年的任期中，有 90% 的时间都会每月召开会议。虽然并无公开要求政治局每月开会，但这已成为常态。目前还不清楚政治局在去年11月、今年1月和5月是否未能召开会议，或者是该精英组织讨论了不想公开的敏感问题。国家媒体仍有可能发布该组织活动的声明。有时党内会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后公开习近平的讲话内容。这些省略发布会议纪要的情况出现之际，北京方面正在加强对敏感信息的封锁，这是对美国对其科技行业和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日益严格监管的回应。中国近期限制了对企业数据、法庭文件、学术期刊的访问，并查封了为企业服务的专家网络，阻碍了投资者评估中国经济的能力。法国兴业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阿利西亚·加西亚·赫雷罗表示，这种沉默所带来的意外后果，无论是对于数据、政策决策还是官方公告，都是人们无法分辨谣言与官方政策的差异。他补充说，结果就是对政策方向的不确定性增加，投资者可能会退缩或需要承担更多风险。政治局会议纪要通常都是按部就班的，但他们提供了一个罕见的窥视这个秘密组织的运作方式的机会。该组织在闭门会议中进行，不公开公布日程或议程。语气和广泛承诺的变化足以引发股市的大幅波动。在今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当中国领导人表示中国的经济恢复超出预期时，投资者减少了对大规模刺激措施的期望。最受关注的是每年4月、7月和12月的3次经济政策专题政治局会议。在习近平的任期内，该组织从未错过这些会议的会议纪要。虽然最近缺席发布会议纪要有可能意味着政治局开会频率不如平常，但官方声明显示政治局在今年1月和5月确实举行了学习会议。通常，这些活动与整个会议在同一天举行。香港股市上涨，摩根大通和德意志银行看到中国政策提振。南华早报，香港股市接近2周以来的最高水平，迹象表明中国正在采取措施支持其货币并加强疫后恢复。外部贸易的预期下滑可能加剧刺激经济的迫切性。恒生指数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30分上涨了 1.2%， 至 19,318.26 点，这是自5月23日以来的水平。科技指数上涨了 2.1%， 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 0.3%， 阿里巴巴集团上涨了 1.8%， 至 83.850港元，而腾讯上涨了 2%， 至 338.10 港元。百度上涨了 2.2%， 至 132.70 港元，网易上涨了 4.2%， 至 144.30 港元。携程在周4公布季度业绩之前上涨了 0.8%， 至 272.20 港元。房地产开发商持续上涨，碧桂园上涨了 0.6%， 至 1.56 港元，华润置地上涨了 1.2%， 至 33.35 港元。银河娱乐和金沙中国领跑澳门博彩运营商上涨至少 1.4%。据摩根大通私人银行称，一些投资者在接受投资于中国股票的风险时可能会获得更高的回报，合理的估值、稳定的盈利增长和政策支持可能会在最近的抛售之后扭转局势。德意志银行预计北京将采取额外的政策宽松措施，帮助扭转企业和消费者对未来预期的疲软。根据6月6日的报道，大和资本市场预计中央政府将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帮助房地产市场。
据彭博社追踪的预测，中国的经济复苏在本季度似乎已失去动力，制造业陷入衰退，对房地产市场前景的信心也在减弱。今天的政府报告可能显示，5月份出口同比萎缩 1.8%， 而进口下降幅度加大。根据媒体报道，美中地缘政治风险在短期内可能缓解，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在未来几周内访问中国。瑞银财富管理师表示，在经济复苏和盈利扩张的市场上，这些紧张局势压缩了估值，使其处于非常大的折扣。其他亚洲主要股市呈现不同的趋势。日本的日经225指数下跌了 1.3%， 而韩国的 KOSPI 指数上涨了 0.4%， 澳大利亚的 S&P ASX 200指数上涨了 0.1%。摩根大通表示，到年底，中国股市的潮流可能会以更高的回报转向。南华早报，摩根大通银行表示，尽管最近中国股市对全球主要市场表现不佳，仍有一些投资者可能会因承担中国股市风险而获得更高回报。中国股市的估值便宜，盈利增长更为强劲，政策支持也将为其提供更多上行空间。自今年年初以来，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后疫情经济前景失去信心，中国股市已经遭遇了3820亿美元的抛售。尽管经济复苏情况参差不齐，但复苏持久性将持续到年底。决策者已朝着更加市场友好的做法迈进，包括汤姆·肯尼迪在内的策略师们在一份中期展望报告中对客户写道：新的信贷增长作为政府支持经济的重要信号，达到了疫情前的最高水平。MSCI 中国指数中的股票目前以其未来12个月预期收益的 10.5 倍交易，而过去5年的平均水平为 14.1 倍。根据彭博数据， MSCI 全球指数成分股目前的市盈率约为 16.9 倍。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公司已经调低了对中国经济复苏势头的看法，并下调了对 MSCI 中国指数的上行目标。宁德时代暴跌，摩根士丹利将其建议下调位过重。彭博社，由于摩根士丹利将其建议下调位过重，预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阻碍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在美国市场的扩展，宁德时代的股价下跌。分析师包括卢恒在周三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拜登政府的通胀减少法案限制了特定材料必须在美国境内采购和组装才能获得税收优惠，这意味着中国向北美出口电动汽车电池现在变得不太可能。他们写道，潜在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风险可能导致中国电池制造商的全球扩张计划延迟，而韩国电池制造商的扩张则在加速进行。这家特斯拉供应商的股价在周三下跌，连续第3个交易日下跌，一度跌幅达到 6.8%， 创下1年来的最大日内跌幅。宁德时代是中证300指数当天表现最差的股票之一，中证300指数下跌不到 0.5%。早盘交易的成交额是过去20天平均成交额的2倍多。Amundi 中国负责人将目光投向25万亿美元养老金。彭博社，欧洲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Amundi 的目标是到2060年，在中国退休基金市场的份额可能达到25万亿美元。在经历了1年充满起伏的中国市场后，安联 Amundi SA 仍然勉强实现了盈利。这家欧洲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现在正在关注一个更稳定的目标，一个未来可能价值25万亿美元的新兴养老金市场的一部分。安联大中华区主席钟晓峰是该公司的资深人士，已在公司工作27年，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关于中国改革的。他表示，随着监管转变和外国公司抓住机遇，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经历了一个分水岭时刻，现在是时候开始付出成果了。钟晓峰在香港接受访问时表示，在短期内，你需要让人们看到希望，而不仅仅是累积投资。如果你一直告诉总部长期，他们是不会有耐心的。作为安联大中华区的主席，钟晓峰正在关键时刻推动这家总部位于巴黎的公司扩张。疲软的经济和与美国的紧张局势促使一些华尔街公司削减就业岗位，重新思考对这个全球第2大经济体的增长计划。钟晓峰表示，在经历了1年具有挑战性的情况后，安联仍然致力于在中国银行财富管理合资企业的投资中实现盈利。安联计划到2025年将在大中华区的资产增加到2500亿美元，这是其在亚洲管理5000亿欧元、5340亿美元的更广泛目标的一部分。养老金市场将是实现这一增长的关键，但不能以牺牲一切的方式来实现增长，他说。杰米·戴蒙说，拜登政府在对华策略上采取了正确的方向。彭博社，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 （Jamie Dimon） 声称，拜登政府在对华策略上采取了正确的方向，
着重国家安全并与盟友和商界合作。JP 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在周二在美国国会对记者表示，他们谈论了正确的事情，他指的是高级政府官员。他表示，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其他人正在关注国家安全、稀土和半导体等重要利益，同时试图解决不公平贸易行为。Diamond 表示，这需要时间，这需要很多工作。他补充说，美国对华政策不应该只是威胁性的言论。刚从访问中国客户的旅行中回来， Diamond 向民主党中坚派议员的新民主主义联盟会议讲了一些关于中国的内容。Diamond 表示，政府在如何在不损害美国和国际企业的情况下做到正确的问题上，从商界获得了很多帮助。他还表示，应该在两党基础上和盟友的咨询下制定对华政策。他说，我们必须让盟友与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做一些事情，盟友对我们生气，那是一个错误。这位67岁的首席执行官拒绝谈论台湾问题，表示这应该留给那些负责回答棘手外交政策问题的人。他还淡化了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实力，提到了美国的人口结构、西半球的相对和平以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Diamond 说，他们不是一个10英尺高的巨人。他强调，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中国更高。过去我们犯了一些错误，让我们把它修正过来。我们拥有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有一位记者问他的讲话是否是一场竞选演说。Diamond 此前对竞选总统的问题不置可否，然后首席执行官离开了。美国希望莫迪访问奉献印度作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路透社，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印太地区高级官员周二表示，他希望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本月的访问确立印度与美国的关系成为美国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这位官员库尔特·坎贝尔 （Kurt Campbell） 在哈德逊研究所表示，印度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仅是在战略上。他说，许多商业团体、投资团体都将印度作为多元化全球供应链新投资机会的一部分策略。我认为希望是开放更多投资的场所和活动。坎贝尔还表示，美国大学希望培训更多的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并希望将这些机会开放给印度人。他表示，尽管美国和印度都是不完美的民主国家，仍然存在一些关切将要讨论，但是两国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任和信心，这在10年前是不存在的。坎贝尔说，我们的目标将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我希望这次访问基本上将美印关系定位为美国在全球舞台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并且我们有效地使其实现逃逸速度。美国认为印度是其在全球范围内抵制中国扩张影响力努力中的重要合作伙伴，尽管对于新德里与俄罗斯的紧密关系仍然存在担忧，尽管俄乌战争和莫迪的人权记录。白宫上个月宣布将于6月22日欢迎莫迪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尽管倡导组织对他所领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人民党在他们看来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表示关切。印度股市将在印度储备银行利率决定之前开盘走高。路透社预计印度股市周三开盘走高，与全球市场一致，并在印度储备银行 RBI 货币政策决定之前。根据路透社对经济学家的调查，预计印度储备银行本周和今年剩余时间将维持其关键利率不变。然而，该国的投资者仍持谨慎态度，分析师预测重点将转向对利息敏感的行业。与此同时，根据 NSE 临时数据，上个月金融服务吸引了外国投资者的最大投资份额，外国投资者购买印度股票触及9个月高点。随着 Coinbase 的诉讼，美国加大了对加密货币的打击力度。南华早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已对加密货币交易所运营商 Coinbase 提起法律诉讼，指控其经营非法交易所。根据在纽约法院提起的长达101页的诉讼，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声称 Coinbase 允许美国客户在今年内交易构成未注册证券的加密代币，从而规避了其规则。针对该国最大的数字货币交易所的诉讼，是在 SEC 对全球竞争对手币安提起类似诉讼的几天后，指控其促进未注册证券销售。世界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悉尼先驱晨报，世界银行警告说，发达经济体借贷成本上升可能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混乱。该银行将世界经济状况描述为不稳定。他预测，在去年增长 3.1% 之后，2022年增长将大幅放缓至 2.1%， 到2024年仅略微恢复至 2.4%。他对发达经济体的预测更加悲观，在去年增长 2.6% 之后，预计今年的增长将放缓至接近持平的 0.7%， 然后在2024年出现疲软复苏至仅 1.2%。
世界银行引用了大流行的负面冲击、乌克兰战争和急剧收紧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货膨胀的长期影响，预计今年下半年的增长将大幅放缓，并将蔓延到2024年。随着镇压的扩大，加密大亨损失了数十亿美元。澳大利亚时代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最近对加密平台 Binance 和 Coinbase 的打击导致其首席执行官的净资产下降。币安首席执行官赵长鹏的财富在2天内下降了14亿美元，达到260亿美元。Coinbase 首席执行官布莱恩·阿姆斯壮 （Brian Armstrong） 的财富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起诉讼之前增长了61%，他的净资产下降了3.61亿美元至22亿美元。在 SEC 最近的举措之前，不断增长的虚拟货币行业使2位高管的总净资产今年飙升了154亿美元。香港股市垄断可化阿喀琉斯之种位优势。南华早报，随着世界金融业的发展，香港要想继续成为领先的金融中心，就必须实现基础设施现代化并降低成本。由于缺乏竞争，香港对市场基础设施的束缚导致其交易所交易费用位居全球前列，而升级交易后，平台则成为优先事项。交易成本和低效率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香港的收入依赖于土地溢价、投资和印花税，而这无法适应全球经济中潜在的投资损失。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 buildobrief.com， 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